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多爸爸妈妈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怎么讲都讲不听，或者是你跟他讲说这件事情不要这么做，他还是硬要做，很故意，然后就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生气。你是不是也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形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自律和界限，让他们能够学习如何控制自己，还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呢，只要是跟心理疾病啦、人际关系啦、亲密关系啦、亲子关系啊、职场关系等等之类，我们都会讨论哦。所以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未来我们也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我们一开始之前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很多爸妈呢，是不是会觉得说自己的孩子怎么常常讲话都讲不听？你越是跟他讲什么，他越是不听，或者是他常常就会很故意跟你唱反调。那其实呢，有的时候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也许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策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几个步骤。如果你能够按照这样子的步骤来跟孩子沟通，并进行教养的方式的话呢，我相信孩子会慢慢学会设立界限，然后了解这是你的界限，然后他会学习尊重。那当然在这里头呢，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跟他是在同一个水平，也就是眼睛跟眼睛是必须要是同一个水平的，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蹲下来跟他们说话，而不是用上对下的方式来跟孩子们说话。那这个很重要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沟通我们对于他们的期待。例如说呢，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在玩乐高积木，然后他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倒在地上了，那其实你并不是很想要他这样子玩，你又很担心他等一下玩一玩了，这个玩一玩，那个玩一玩，然后东西都不收。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他说 ，OK， 你如果要玩这么多的游戏，要玩这么多的玩具的话呢，等一等，你玩完之后必须要把它们收起来哦。因为如果你没有收起来的话，我们的期待是，我希望你能够在玩完玩具之后呢，把它收好。那如果你没有把玩具收好的话呢，那他的行为的后果就是我们晚一点，我们就不去公园玩咯。那我们就很清楚的让他知道说，好，你如果想要这样玩的话呢，你等一等，玩具就必须要把它收好。如果你的玩具没有收好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公园玩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定好的这些约定。那如果在年纪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其实可以跟他们一起拟定这样子的一些约定。例如说呢，我会希望你可以帮忙做这些家事，那如果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你能够接受的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跟他们一起来讨论，一样的让他们有一个参与感，也让他们有感觉是有一个控制权。那这是我们在讨论的，所以我们只是用讨论的方式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既然这是你所选择的一个行为后果，所以当你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后果。那我们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有那种很挫折的时候，那尽量就是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尽量维持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心态，然后比较冷静的一个态度。那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挫折感还有我们的愤怒丢到孩子身上，因为其实那些挫折感是来自于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孩子沟通，我没有办法让孩子听我的话，那是来自我们自己，不是孩子。所以我们要试着学会，就是用平静的口气跟孩子沟通我们的期待，然后用比较清楚明确的一个方式跟他们沟通你期待的是什么，还有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会需要面对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接下来呢，就是时间快到了，然后可能适时的提醒他们哦，不要忘记咯，你的玩具玩完了之后记得要收起来哦，不然的话我们可能等一下就不能去公园玩咯。我们可以适时的给他们一些提醒，因为不要忘记了孩子还小嘛，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玩一玩又忘记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给他们一些适时的提醒。当然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会
刻意的就是忽略你说的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可以就是一样的再让他们知道说 OK， 如果你选择这么做的话，一样的，等一下我们就不去公园玩咯。看你是要选择等一下呢玩完之后就慢慢的把玩具收完，又或者是呢你选择不收的话呢，那就是代表说你选择不要去公园了。那接下来呢，有的时候呢小朋友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选择，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挫折的一些反应，那也没关系。那又或者是说，孩子们他们其实要玩的东西很多，他们类似像这样子的行为非常多。有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来得及跟他设下界限，他就已经先去玩其他的东西了。例如说，他可能看到一面墙，他就想要开始拿着彩色笔就开始想要画了。那你其实不希望他画墙壁，那你可以跟他讲说，我希望你不要把就是彩色笔画在墙壁上，你觉得你可以画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用问问题的方式去激发他们思考，让他们去想说，哦，那我可以画在这张纸上啊，我可以画在什么地方啊，或者是他可以说他可以画在什么其他的地方，又或者是你可以提供其他的选择，让他知道说，我觉得画在墙上不是太好诶，这样子我等一下会很难清洗。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让你画画的呢？你觉得画在这张纸上好不好？或者是你觉得画在这个东西上面，你觉得可以吗？我们用这个好不好？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其实孩子呢，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我是有选择的。那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有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那个方式来做他想做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还是会忘记。那接下来第4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持续不断的提醒他们，也就是说，重新的去重述我们的期待。当他们在做某些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一样的重复。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咯，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会怎么样？又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那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用重复提醒的方式呢，让他们知道说你的期待。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需要带太多的情绪，是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这么做，你的结果就会是这个；你选择那么做，那你的后果就会是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不是我，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不需要发脾气，也不是我让你变成这样子，所以他们自己也会慢慢学会了，这是我的行为，我必须要为我的行为跟选择负责。好，第5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确实遵守这个行为的后果。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尤其是3代同堂，或者是家里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呢，可能因为孩子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好，那既然你刚才选择了玩具你不收的话，那我们等一下就不去公园玩了，然后孩子就一定会哭闹啊。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想要让孩子学会界限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坚持，那没有办法。我知道你很生气，我知道你很挫折，但是因为你没有收拾啊，那我们就是用同理的方式去告诉他们。但是呢，常常会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是可能我们忍不住心软了，然后因为这样子，又或者是家里有一些长辈就会说，哎呀，没关系啦，不用啦，不要这样子，我们还是让他们出去玩。当我们有这样子反反复复的一个界限的时候，孩子会有一种 confuse， 就是他会很困惑，这样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们也会学会了，哦，原来我这个其实是可以去测试你的界限的，其实我可以去挑战这个界限的，因为只要我哭了，他们就会让我去做，那下一次我就继续再大哭就好啦。只要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只要用大哭的大闹的，我再多跟你撑5分钟，我再多哭5分钟，你一定就会让我了。所以呢，孩子其实是会不断的挑战你的界限的。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大家是同心的，也就是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共识，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下，它所带来的一个行为的后果是孩子必须要去承担的。家人呢，不管是爸爸或妈妈，或者是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全部都一样，全家人都是一致的态度的时候，孩子就会学会 OK，这个是不可以的。可能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这个心理上面的界限跟我们身体的界限是一样的。例如我们可能会告诉孩子说，哦，这个是瓦斯炉啊，有火，危险，不要碰。那我们其实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会造成身体上面的伤害，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一致的说不可以靠近，不要碰，那就是一个保护，对吧？那所以其实是一样的
意思，在心理的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一个很有架构的一个方式，让他知道说某些事情你可以做，有一些事情你是不可以，那他就知道我的范围在哪里。当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时候，他也会很清楚，也很快的就学会我的界限在哪里。那这是第6步。那第7步的话呢，就是当他如果真的选择了你告诉他的那些行为，例如说你去玩了很多的玩具，玩完之后要把它收好。那他做了之后，我们必须要非常明确的给他赞赏。那所谓的赞赏呢，这个部分呢，有些家长就会说不就是他应该做的吗？这样也要给予赞赏？对。但是我们讲的不是说再帮他买个小礼物或什么，而是我们很清楚明确的让他知道，我看见你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非常的好。那我们可以明确的让他知道说，我看见你选择了去把你的玩具收完了，太棒了！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一定就可以去公园玩得很开心了。让他知道说他所做的选择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你也替他感到开心。又或者是说呢，他选择了另外一个，他选择不要收，然后他很挫折，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大发脾气，大哭大闹，然后你就可以让他知道说，我知道你因为你的选择不收玩具而没有办法去公园玩，感到非常的挫折，甚至很生气，但是你并没有因此而大哭大闹，觉得你做得非常的棒。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坚持我们所设下的一个后果，行为的后果跟选择。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下呢，去跟孩子互动，孩子慢慢的就会学会了这个是界限。那这会让他们也会慢慢的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有跟人之间互动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人际的界限。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教养的方式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在下面留言哦。那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身边有帮助的话呢，麻烦帮我们分享出去，并且不要忘记了帮我们按下小铃铛。那一样的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样教养出一个充满自信又有安全感的孩子的话，不要忘记了我们在之前有段影片是讨论到如何培养出一个具有安全感的孩子，不要忘记去看咯。那我们下一次见，拜拜。